怎么判断这个教是不是邪教？这条主路你可以往左走，往右走，他们就随时在这里。好紧张，那我就走了呗。对。 그럼 내가 물어볼게. 네가 실질적으로 여행비용으로 가져갔던 금액이나 예상한 금액은 얼마야? Hello， 小伙伴，我们最近就要更新的这一期节目啊，应该是我们从2024年拉美的毒枭之后又一次大胆的尝试。所以这一期节目啊，虽然是不充电的免费放出的节目，但是我也得专门给大家聊一聊。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，今年6月我们开启了人间喜剧韩国系列的拍摄。那么在到了韩国之后啊，很多当地的留学生向我们反映，他们在韩国遇到了一个现象，就是当你作为一个外国人，自己尤其是自己啊走在马路上的时候，经常会有人来找你搭讪。搭讪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问路，这个找你做调查，然后问卷儿，或者就是单纯的搭讪。而这些人往往在跟你搭了一句话之后呢，就会很快的来邀请你，或者询问你，哎，你是否对韩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啊？你要不要来体验一下呀？然后你的联系方式是什么呀？我们能不能交个朋友啊？而在这之后，就会来对你传播一些关于信仰和教会的一些东西。这样的故事啊，虽然我们乍一听起来觉得平平无奇，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在韩国在留学，然后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又很孤独，然后又很孤单的这么一个状态的时候，可能遇到这样突然出现的友好的陌生人，然后对你的这种温柔以待，你可能会有不同的反应。而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好奇，我跟小花也走上了韩国的街头。你往那边，我往那边，咱们看看到底有没有人拉咱俩入会，好吧？好，拜拜。我们呢，装作懵懂的少年啊，希望呢可以有人找我们搭讪，我们看一看这些教会到底要干什么。很遗憾的是啊，这个我走在街上的时候，可能很快就被识破了啊。这个并没有一个人把我当作懵懂的少年，也并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搭话。但是小花仅仅用了2个小时，就成功的被搭讪了。我是演技派。I want to talk with you. But what? What? 한국 문화에 대해. 而在这之后，我们就开启了一个漫长的拍摄过程。这是一个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经历。它发生了什么呢？是小花被吸引到了一个教会里。这个教会以邀请小花了解韩国文化、拍照和学习为名，将她纳入了这个教会。做这个仪式是为了什么？很快，小花就出现了一些信任、共情等症状啊。但是那个骗我的那个女的，哎，不能，她不一定是骗我。还有点神性在哈，谈到迷信就开不了。你说说，你还真是不能不信这个。所以呢，这个为了保护小花，那么我们又从团队里挑选了最没心没肺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工作能力最强啊，这个业务骨干，一心想要跳槽去影视飓风的稳重同学，让他呢作为小花在首尔偶遇的男生啊，把他介绍入会。好，감사합니다. 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. How old are you? 稳重呢，在这个教会里待了有接近30天。那么我们通过我们的观察、拍摄和了解，详细记录了这个教会是如何从以了解传统文化为名，到把你拉进去，到骗你钱，以及洗脑你、PUA 你，到最后你想离开他，都会跟他发生非常多纠缠的这么一段故事。那你现在你是上了这么多堂课，你都学到什么了？教你一个东西，这个是吗？你老猜
猜这个猜那个的话，那就烂了呗。通过这样的拍摄呢，我们也带着遇到的现象和疑问，在韩国走访了多位的专家和学者，他们包括专门来研究韩国邪教，同时帮助邪教受害者的一个资深的记者。所以他遇到的这些情况，多数的时候是不是钱都没要回来？ 대학을 다니든 다니지 않든 뭐 신앙을 했든 안 했든 뭐 누구나 사실 빠질 수가 있습니다. 그 사람들이 어떤 작전이나 이런 전략에 빠져들면 그 사기의 그 입증. 那么我们也遇到了一些加入到教会里的一些受害者。 피해자 모임 카페랑 보니까 제가 당한 패턴들이랑 똑같더라고요. 그래서 그때 아, 사이비구나 알게 됐어요. 那么我们从他们的故事里来了解到了韩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宗教，以及韩国为什么邪教泛滥，以及我们进去的这个教会它到底是不是邪教。那他研究了这么久，他能不能跟我们讲讲，在他眼里怎么判断这个教是不是邪教？ 사이비는 其实通过拍摄之后啊，我们才发现韩国啊跟我们想象的可能还是有很多不同。尤其是这个国家，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，它的整个国家的这个宪法呀，还有这个运行啊，其实都是美国帮它搭建的。那么在韩国呢，其实是严格奉行的叫宗教自由这么一个条款的，就是在韩国的宪法里，每个人都有宗教自由的权利。这个权利成了什么样呢？就是说，在韩国，如果你想注册一个宗教，你随时可以去注册。你可以注册一个大饼教啊，饼教啊，你也可以注册一个稳重教，甚至你可以去注册一个麻将教啊、泡菜教都可以。然后呢，在韩国是没有邪教这个概念的，就是说在韩国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教会，邪教是社会舆论对这个教会的认知，但它不是一个法律判断。这就会在韩国引发一个什么样奇特的现象呢？就是说在韩国呀，不管我们看到的哪个教会，他的这个教主啊，这个犯了什么样的事儿，贪钱也好，骗色也好，谋财害命也好，种种。但是当他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如果他犯法了，就按法律来惩罚这个个人，但是并不会影响这个教会。而且韩国的教会把人吸引进来之后，它不仅是让你交钱，那有的教会还要让你当免费的劳动力，它甚至参与到了韩国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各个层面，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啊，我们这里用独特这样一种比较中性的描述，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。其实在整个片子制作的过程中，我们经历多了非常多的纠结和讨论。那么主要呢是聚焦在，那么我们是否要原原本本的把我们见到的这些人和事儿全放出来？如果放出来之后，是否会对我们觉得还不错的这些教会里的人产生影响？但是经过了激烈的讨论之后呢，我们还是决定要把它原原本本放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教会它现在在韩国其实已经是大家有足够的警觉性了。就是说在首尔当地本地的韩国人都知道，在马路上不能随便搭讪，因为太多这样的教会在活动了。这就导致了你在首尔哪怕是自己直接去问路，都未必有人理你。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情况，这些教会就把目光转向了外国人，他们在盯着来这里购物、旅游、做医美的中国人、日本人，甚至是其他国家的人。Chile. This place have a foreigner. Yeah, has a lot of foreigners. Lots of foreigners. 所以考虑到这一点，考虑到这些人如此勤奋地拿着 Google 翻译，说着蹩脚的英语，都要向我们这些外国人布道的如此的热诚，所以我们思来想去，把他们所作所为真实的、全面地展现出来。 그럼 내가 물어볼게. 네가 실질적으로 여행 비용으로 가지고 왔던 금액이나 예상한 금액은 얼마야? 其实这一集拍摄之后，我也非常的欣慰和骄傲，因为在这一集里，主角不是我，因为我没有被吸纳进到这个教会里，而我们的小花和稳重，他们确实是非常的勇敢，他们承担起了拍摄、采访和调查的责任。所以当拍完的时候，老实说，我为我的团队感到骄傲，就是我们是这样一群好奇又警觉的人，
我们居然可以碰到这样的事儿，还真的把它拍成了故事。其实一开始拍摄的时候，我跟稳重说，我说你什么都不要干，你就天天跟着去学习，你就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，不管他管你要多少钱，不管花多大的代价，我们都要把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样的给他挖清楚。而如果没有大家的信任和支持，我是没有这个底气的。所以在这里也要向我们10频道的各位充电的股东们说一句感谢，是因为你们的信任和支持，才让我们有能力和机会去做这样有意义的事儿。也是因为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事儿，也让我们这个团队更有凝聚力，也更有信心，在未来为大家呈现更多更好的节目。所以说到这，要说一句感谢，谢谢大家。这期节目马上就要开始更新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。如果你觉得我们说的有道理，也希望你可以把我们这一集关于教会的正片传给你周围的人，希望我们都可以了解到所谓的教会是如何控制人心、掏你钱财、骗你身家的。谢谢大家。然后那个男的在慢慢的靠近，然后就2个人开始同时跟我搭话。왜 물어봤어? So sorry. Don't angry. No, I feel bad. 그게 왜 이렇게 중요해? 빨리 너가. 어디야? 베스트. 一直这样的，你跟他讲话就看别看近。肉进来，他不进，为啥他不跟着进？太不了了，有懒腰子了，这个傻孩子，我操！これが東京。他们生活挺魔幻。那边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我操！嘣！泰国人回国求的是什么？可以赚大钱。All out of this machine. We're going to big motherfucking business. All right. 都是穷人，我也是。他这些大牌都是从哪买的？是人口一高，就往贵了贴。I fucking shoot you. 谁骑在师傅身上？哎，跟没兄弟们，我早想回家了。听了，我们天要台湾了，不要台独了。